同志们，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給大家介紹一些黨史上的問題。我今天講的題目是黨史研究的難點、熱點問題評析。中共黨史的研究啊，從80年代開始到現在，經過20多年的時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共中央在1981年通過了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麼黨史研究者呢，又在這個決議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但是呢，隨着文獻史料的披露，也隨着研究的一步一步的深入，這些問題又還存在着很多爭議，因此就存在着很多的難點，而這些難點又成為熱點問題。那麼今天利用這個機會呢，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些黨史研究方面的難點和熱點問題。由於時間的關係啊，不可能在這樣一個短的時間裡面把所有的難點和熱點問題給大家做一個系統和全面的介紹，我就選取了其中的若干問題給大家做一個介紹，同時對這些問題做一些分析和評論。下面我就按照時間順序向大家介紹黨史方面的難點和熱點問題。先講第一個問題，關於陳獨秀的評價問題。陳獨秀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國革命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大家知道，1919年的5·4運動，他是起了一個領袖作用的人物。從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他是一個重要的旗手和代表。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創立，他又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創始人。對於陳獨秀在中國近代歷史、革命歷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這樣一些地位和作用啊，1945年毛澤東在7大預備會上的講話當中有一個經典的概括，說陳獨秀是5·4運動的總司令，是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集合了一群當時的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這才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還說，將來修黨史的時候，我們還是要講到陳獨秀。但是陳獨秀這個人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在1927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過程當中，被認定是犯有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那麼陳獨秀對於當時給他認定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他並不認賬，多次跟中共中央，特別是跟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發生爭執。後來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反對派的領袖，然後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以後他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國民黨的監獄裡面坐了5年牢，一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才被國民黨當局釋放。他的晚年啊，對於中國的歷史做了很多思考。最後呢，他又主要以研究語言音韻學為主。1942年死於四川的江津。那麼這樣一個在中國5·4運動、中國新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歷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代表人物啊，長期以來對他的評價有很多的分歧。我剛才已經談到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中央還有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就給他戴上了2頂很大的帽子，叫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和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那麼在抗日戰爭時期呢，又給他扣上了漢奸和叛徒的帽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啊，陳獨秀是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漢奸和叛徒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的。那麼對於這樣4個帽子，對於這樣4頂結論、4頂帽子的結論，
到了1978年11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史研究者、近代史研究者重新進行研究，重新發掘史料，對於這樣四頂帽子的結論提出了質疑。那麼經過對於文獻史料的閱讀，經過对於陳獨秀問題的研究，很多黨史研究者和近代史研究提出来，陈獨秀的這四頂帽子對於陈獨秀來講是不公正的。現在已經搞清楚，陳獨秀頭上戴的汉奸和叛徒這兩頂帽子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完全是給陳獨秀硬扣上去的两頂帽子。事實表明，所謂漢奸和叛徒的事實在陳獨秀的身上根本不存在，因此這两頂帽子很快被摘掉了。但是右倾机会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長期戴在陳獨秀頭上，這兩頂帽子很難摘掉。因此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學術界就圍繞陳獨秀到底是不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和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從70年代末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爭論還沒有完。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過程當中，在中國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進程當中，陳獨秀到底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有沒有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那麼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經過对於史料的挖掘以後，認定所謂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當中被認定為是陳獨秀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三大讓步，實際上背後都有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的背景。所謂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和第一次大革命當中三大讓步是指的一件是國民黨的二大，由於國民黨的二大讓步了，所以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機構裡面所佔的名額沒有達到1/3。這個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因為陳獨秀要向國民黨新老右派讓步。第二大讓步呢，是指的中山艦事件。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制造的一個反共事件。那麼在這件事件當中，被認定為陳獨秀向蔣介石讓步，因此決定把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當中的共產黨員全部撤出來。這是第二大讓步。第三大讓步呢，是整理黨務案。整理黨務案呢，是講在國民黨的地方機構裡面，共產黨員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中央機構裡面不能擔任部長，在國民党中的共產党員的名單通通要交給国民党。说這是第三大让步，整理黨務案。現在的事實表明，這三大讓步的背後實際上都有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的指示。比方說國民黨一大這個所謂的讓步，實際上這樣一個讓步是蘇聯代表在壓共產黨人和蔣介石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後做出的讓步。中山艦事件也是當时的蘇聯使團布布諾夫使團壓中國共產黨人讓步的結果。整理黨務案也是如此。所以所謂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做的這三大讓步現在看來實際上都是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指示的結果。有學者做了一個統計，從1923年到1927年這5年，這5年恰好是國共合作從醞釀到最後破裂的5年，也是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5年。在這5年期間光是聯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一共是122次。我算了一下，這122次在這5年當中平均大約是每半個月要開一次。那麼發布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各種指示、命令、通告，一共是738件。我算了一下，大概平均不到3天就要做出一個指示。
這樣一個統計表明，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在整個中國大革命，在整個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当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遙控和指揮是相当频繁和密集的。因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義或者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話，那麼這個錯誤應該說是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犯的。把這兩頂帽子扣到中共中央頭上，扣到中共中央的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頭上，這是不公平的。那麼關於這樣一個歷史問題啊，到21世紀的時候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2001年和2002年先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當中，就不再提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只提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那麼實際上關於這個問題呢，學術界還在爭論，就是認為即便最後給陳獨秀留這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帽子也是不合適的。那麼關於陳獨秀的評價問題啊，這麼多年來風風雨雨，經過這麼多的爭論討論，最後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一些什麼樣的教訓呢？我覺得有兩點。第一點就是從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進程來看，有一個如何處理共產國際聯共中央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問題。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早年啊是一個很幼稚的黨，它又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它的路線、戰略、策略、方針不能不來自於共產國際，不能不聽命於共產國際。而對於中國共產黨自己獨立自主的決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來說啊，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可以說根本不存在。這是我們從第一次大革命過程當中啊所應該深刻總結的一個教訓，就是怎麼樣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把蘇聯共產黨給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指揮，同中國共產黨本身的革命鬥爭實際結合起來，來靈活的根據本國的情況，實事求是的處理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對於陳獨秀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我們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是回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來分析和判斷陳獨秀的作用、陳獨秀的功過。這一點啊，80年代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曾經在關於陳獨秀評價這個問題上專門有過這樣的說法。他說，對於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我們應該採取寬厚、採取歷史的一個評價態度。我覺得胡耀邦同志對陳獨秀評價問題上所說的這樣一個意思啊，我非常贊同。也是評價陳獨秀應該本着的一個態度和原則。這是我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陳獨秀的評價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紅軍西路軍問題。紅軍西路軍啊，是1936年的10月份到1937年的4月份，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西征的一段悲壯的歷程。關於這樣一個歷程啊，長期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被賦予不公正的待遇，給他了一個不是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不是實事求是的結論。那麼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我想簡單的把西路軍的問題給大家做一個介紹。1936年10月份，3支紅軍主力在甘肅會寧地區會師以後，中央軍委啊提出了一個下一步紅軍行動的總的戰略計劃，叫10月作戰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內容是要讓紅軍渡過黃河，然後佔領寧夏，在西北靠近蘇聯的地方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也就是解決
經過長征以後三支紅軍主力的戰略依托問題。這樣一個計劃當時叫做打通國際路線，或者叫打通遠方。所謂打通國際路線和打通遠方，實際上就是打通同蘇聯的聯繫，盡快在靠近蘇聯的這樣一個地域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一方面是造成一個西北的抗日局面，另外一個方面從蘇聯取得援助。按照這樣一個計劃，紅軍實施了渡河戰役，但是由於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胡宗南率先占領了黄河沿線的渡口，使得三支紅軍主力全部渡過的黄河，這樣一個計劃沒有最後被實現，僅只有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紅30軍，還有紅一方面軍的紅5軍，再加上紅四方面軍總部，一共是21800人渡過了黃河。渡過黃河以后啊，實際上紅軍被一分為二，一部分是河東的紅軍主力，還有一部分就是渡過黄河的這21800壯士。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渡河紅軍繼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可是因為在寧夏這個地方地廣人稀，再加上當時在西北這一帶經營的是馬家軍的軍队，馬家軍的軍隊長期在西北經營，有正规軍3萬，民團8萬，一共是11萬人。在這種情況下，渡河紅軍無法完成執行寧夏戰役的計劃，因此中央軍委命令渡河的紅軍正式組成中國工农紅軍西路軍，然後用1年的時間在河西走廊建立一個根據地。經過2次西进1次東返，紅軍西路軍21800將士最後只剩下了3000人。因此中央軍委所赋予的在河西走廊建立一個根据地的計劃無法實現，最後這3000西路軍戰士不得不兵分3路，一路是左支队，一路是伤员和婦女支队，還一路是右支队。最後只有右支队翻越祁连山脈，穿越800里沙漠，最後在1937年4月份抵達新疆和甘肃邊界地區的新興峽。當時中央代表陳雲和滕代遠到新興峽迎接紅軍西路軍的戰士。到這個時候為止，紅軍西路軍的戰士只剩下400人，可以說整個西路軍全軍覆没。從21800将士西渡黃河，一直到最後在新興峽見到了中央代表，整個紅軍西路軍只剩下400人。对於這樣一段悲壯的歷程長期以來在黨史上給他做了一個什麼結論呢？認為他是張國焘退卻主義路線破產的結果。因此紅軍西路軍的戰士長期以來背負着一個張國焘路線的罪名。那麼中共11屆3中全會以後，黨史研究者和軍事研究者翻閱了大量的文獻史料，重新研究這一段歷史，然後發現對於西路軍過去做出的這樣一個結論實際上是不公正的，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因為渡河紅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也好，還是執行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也好，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命令的結果。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紅軍西路軍的領導人有總指揮徐向前曾經多次向中央軍委反映，在河西走廊這個地方要建立一個根据地，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沒有條件。因此徐向前曾經提出2個計劃，一個是立刻東返回到黃河以東和紅軍主力重新會合，還有一個是利用有利的時機迅速的进軍新疆。因为当时在新疆，中国共产党正在跟新疆的地方实力代表人物盛世才商谈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線的問題。因為盛世才當時正在跟蘇聯靠近，希望從蘇聯取得援助。
正因為他是親蘇，所以呢，在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上，當時處理的還是比較融洽的。因此，紅軍西路軍到新疆去，有條件保存這支力量，發展和壯大這支力量。然而，徐向前的這兩個建議都沒有得到中央軍委的認可，因此紅軍西路軍就不得不長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帶。事實表明，紅軍西路軍這樣一個行動，主要是中央軍委指揮的結果。今天回過頭來看，說紅軍西路軍以及紅軍西路軍西征的失敗是張國燾錄像破產的結果，這是不公道的，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因此，從80年代開始，對於西路軍這段歷史，黨史研究者、軍事研究者，還有近代史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探討。前年就是2004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一個6集的電視文獻片，叫《李先念》，其中第2集叫《血染祁連》。這一集系統地回顧了紅軍西路軍的歷史，對於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做了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介紹和敘述，在公眾媒體上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那麼回過頭來看紅軍西路軍這段歷史我們到底可以總結一些什麼樣的教訓？實際上，紅軍西路軍要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執行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是沒有條件的。有3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方面就是整個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這個地方，實際上是處於一個四周荒漠沒有很有利的地形。這個河西走廊的北面是2個大沙漠，一個是腾格里沙漠，一个是巴丹吉林沙漠。那麼在河西走廊的南面呢，是綿延不斷的祁连山脈。中間這個狹長地帶裡面要建立根據地，很容易被長期經營西北的馬家軍圍困。第二呢，在西北這個地方，由於地廣人稀，特別是由於馬家軍曾經造謠污衊紅軍共產共妻，在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制造矛盾，因此當地的很多少數民族百姓對於紅軍是將信將疑的，或者是出於心理恐懼，不敢支援紅軍。因此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建根據地，根本得不到大量的充足的糧食被俘、武器彈藥還有兵員的補充。第3個呢，就是整個紅軍西路軍的作戰計劃多次變更，最開始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後來又執行西進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央軍委又命令紅軍西路軍一度東返，配合張楊解除西安之危，來牽制馬家軍。以後又再度的受命第2次西進，重新進行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計劃的行動。這樣一來紅軍西路軍多次跟馬家軍作戰，雖然互有勝負，但是由於馬家軍人多勢眾，因此紅軍西路軍損失遠遠超過馬家軍。這樣一來，整個紅軍西路軍的行動這樣一個計劃實際上是沒有實現的條件的。但是當時因為紅軍西路軍的主要領導人陳昌浩機械地執行中央的命令，所以最後導致了紅軍西路軍的整個失敗。這樣一段歷史告訴我們，如何把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支軍隊的具體情況同中央、同上級發布的指示和命令結合起來，如何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變通執行中央的計劃，來變通執行上級的命令，這是紅軍西路軍留給我們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徐向前元帥在他生前曾經出版過一個回憶錄，在這個回憶錄裡面，他總結西路軍的教訓，就專門說過這個問題，說這個陳昌浩在紅軍長征和西征這2個歷史進程當中，分別犯了2個極端的錯誤。在紅軍長征當中呢，他是犯了違抗中央命令的錯誤，跟着張國燾要堅持南下。
那麼在紅軍西征過程當中是犯了機械執行中央命令的錯誤。中央讓在河西走廊建根据地，他就一味的要不顧当地的情況，不顧当地的民情风土，不顧當時的紅軍西路軍队的情況，非要執行中央在那兒建立根据地的這樣一個命令，最後導致了西路軍的失敗。這是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紅軍西路軍的問題。第三個問題，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的問題。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一個過渡時期總路線。什麼叫過渡時期呢？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直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裡面，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總路線，這個總路線就是對於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把原來的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者還有私營工商業者改造成為全民所有制或者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手工业者還有工商業者。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里面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這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而這個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在1953年由中共中央制定的。按照這樣一個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國在1953年開始一直到1956年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用3年時間還完成了這個改造。在1956年在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中國，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上被改造完了。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有的是全民所有制，有的是集體所有制。那麼對於這樣一段歷史，到了11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史研究者還有近代史研究者、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者對它重新進行了研究和評價。為什麼會重新評價呢？就是因為11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在經濟體制上重新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說，這樣一個所有制的關係不再是像原來那樣完全是公有制、單一的公有制這樣一個結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內容。那麼這樣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我們的改革開放又重新恢復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當中的地位，那麼為什麼我們1953年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呢？早知當初何必現在？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呢？就提出了一些問題。那麼這個問題提出了以後，在黨史學界實際上還不止黨史學界，包括整個理論界都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引起了許多的探討和研究。到現在為止，關於這個問題大體上有3種觀點。第一種觀點還是全盤肯定，就認為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成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也是肯定的。第二種觀點呢，是認為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本上錯了，在1953年中國沒有條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應該繼續的保持那個多種經濟的這樣一個格局。第三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就方向上說是正確的，但是呢，它實行的步驟、選取的時機錯，就不該在那樣一個時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或者說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當中，
應該把時間放長，應該用一個更長的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而不應該在短短3年的時間內就把社会主義就把私营工商業、个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改造成為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那麼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怎麼看呢？這樣一個爭論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該不該在50年代的時候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設想，來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因為問題出現在什麼地方呢？出現在中國共產黨在40年代曾經對於未來中國社會提出了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在中國革命完結以後，中國要建立的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是一個多種經濟成分的制度，用當時的話說叫5種經濟成分，就是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經濟、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還有就是個體經濟，是這樣5種經濟成分並成。本來呢，按照中國共產黨40年代的設想這樣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目標要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來實現和完成。但是沒有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放棄了這樣一個設想，就搞了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那麼現在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在50年代初期，會在中國革命完結之後不久就提出來一個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樣一個目標設計呢？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有很多的爭論，也提出了很多的看法，歸納起來大概歸納成為5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就是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40年代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設想實際上不是一個戰略，而是一個策略。就是說，這只是一個在一定階段上實行的策略手段，而不是一個在未來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當中要長期實行的社會戰略目標。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改變了這樣一個策略。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認為，在50年代中國共產黨有外界的壓力，這個外界的壓力主要是指蘇聯。就蘇聯共產黨長期以來對於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不相信的，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是民主主義者。是的，這個蘇聯有人就說過，說毛澤東是半個鐵托。所謂半個鐵托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半個民族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一點對中國共產黨的確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因此中國共產黨希望盡快的實現對於社會主義的改造，這樣使得中國盡快的能夠成為共產主義運動陣營當中的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黨，以取得蘇聯方面的對於中國的工業化建設的大量援助。第三個方面呢，第三種原因呢，有人歸納為說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是因為中國從5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大家知道，從195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制定國民經濟的第一個5年計劃，從1953年呢開始實行這個計劃。這個計劃從戰略上講有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一個戰略實際上是來自於蘇聯模式，因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由於要優先發展重工業，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度裡面，農業、手工業都非常落後，因此就不是在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積累，而是首先要剝奪農業和輕工業，首先要
擠壓農業和輕工業，這樣來為重工業提供更多的、更豐富的資源。那麼既然要擠壓農業和輕工業，就必須要把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納入到公有制的軌道上，納入到計劃經濟的軌道上。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对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那麼第4種原因呢，有研究者歸納說，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的思路變化了。大家知道，毛澤東是中共中央最主要的領導人。40年代提出新民主主義社会的設想是毛澤東，那麼50年代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也是毛澤東。毛澤東之所以發生這樣一個改變主要是他的思路变化。50年代初期的时候，毛澤東認為，當時的國營工業既然已經超過了私營工業，就是當時到1952年的時候，中國的國營工業已經佔到整個工業產值的 67.2%。反過來呢，私營工業只在總產值當中佔有 32.幾%。這樣一來，使得毛澤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認為，既然整個國營工業已經佔到了2%還要多，因此我們完全有力量對於那剩下的1/3進行改造。那這樣一來，毛澤東思路就發生变化，就是不再去繼續實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繼續實行那個5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還有一件事情對毛澤東思路的改變也發生了影響，這就是農村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實際上在50年代初期，就是過渡時期總路線還沒有提出來的時候，在最早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華北解放區和東北解放區，已經開始有初步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有的是建立互助組，有的甚至是建立初級社。那麼這樣一些農業合作化初步的展開，使得毛澤東認為，當時在中國農村，在農民當中已經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了，而他們已經不想再走個體單幹的道路，而要走社会主義集體化的道路。所以他就提出來，從那個時候開始，在中國的農村就要實行合作化運動。這樣一來，也使得毛澤東的思路發生了變化。他認為可以不再長期的保存農村的個體所有制。第5個方面的原因，就是有研究者歸納說，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本身也有缺陷，也有局限。比方說，新民主主義社会的理論並沒有把新民主主義社会作為一個長期延續的社會形態。還比方說，新民主主義社會裡面在新民主主義社会的主要矛盾問題上，實際上是一個二元論的觀點。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一方面認定，社會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結以後，中國社會主要的任務是恢復經濟和恢復生產。但另外一方面呢，在7届2中全會又提出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中国革命完結以後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樣一來，階級矛盾為主還是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的這個矛盾為主，就變成了一個並存的二元的这麼一個矛盾分析。這也是一個局限。所以這樣一些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局限，導致了中國共產黨人在50年代過早地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總之對於毛澤東在50年代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黨史學界還有理論界做了這樣一些不同的原因分析。那麼今天回過頭來看50年代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3大改造，如果我們今天要評價它，我個人認為，說當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3大改造應不應該搞，我覺得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這已經成為一段歷史。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從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3大改造的完成这裡面總結一些經驗和教訓，這是我們黨史研究應該做的一個工作。今天回過頭來看，當年的過渡时期總路線3大改造固然有他提出的理由，重要的是它存在的教訓。这个教訓我認為主要有2點。第一點就是我們把當時以蘇聯模式為樣板的這個社會主義把它理想化和絕對化。大家知道中國50年代要搞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自己是沒有經驗的它來自於哪呢？它的經驗來自於蘇聯，它的樣板也來自於蘇聯。蘇聯的當時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又存在着一系列的問題，比方說它的經濟體制是單一的公有制，它的經濟體制是一個過度集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但當時這樣一些問題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無法認識到。相反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這樣一個理想，把這樣一個模式絕對化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就是絕對的單一的公有制，而且認為中國要馬上像蘇聯那樣盡快的實現社會主義。所以很快到了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蘇聯模式移植到中國就已經暴露出弊端和問題。所以為什麼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10大關係的講話提出蘇聯的路我們還能不能走？實際上當時已經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可惜呢，這樣一個認識後來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又中斷了。這樣一個改革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模式的這樣一個設想和努力，最後又被放棄了這是非常可惜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總結教訓，我們看到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不應該把蘇聯的這樣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理想化和絕對化。相反，社會主義應該怎麼樣建設，應該是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根據本國的歷史，根據本國的物質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現實來不斷的探索，來不斷的摸索。第二個教訓呢，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變動，一個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條件是要看生產力的發展水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任何一個制度的變更都要符合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這樣一個基本原理。這個原理實際上也是一個我們經驗看到的社會發展的規律。那麼50年代初，中國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固然有它的理由。在中國的城鄉呢，也有一部分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性，但是就全國的生產力水準來說，應該說當時還是相當的落後的。就是在這樣一個生產力的水準上，要建立我們後來所看到的那個大一統的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實際上並沒有條件。所以怎麼樣把生產力的水平、把生產力的水準作為我們改革經濟、政治所有制關係這樣一些政策的前提，我認為這是我們在回過頭來研究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和社會主義改造歷史應該得到的又一個最基本的教訓。這是第3個問題。第4個問題是關於高饒事件問題。大家知道1953年到1954年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一個高饒事件，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在黨內最高層發生的第一次高層黨內鬥爭。那麼過去呢，認為高饒這個事件是高饒反黨聯盟是黨內的又一次路線鬥爭。11屆3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
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黨史研究者、當代歷史研究者重新研究歷史，發現說當年的高饒事件存在着一個高饒反黨聯盟，說高饒反黨事件是一次路線鬥爭，這樣一個根據實際上是不足的。所以1981年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不再說高饒事件是一個高饒反黨聯盟，也不再提反對高饒的鬥爭是一次路線鬥爭，只是把它定性為高饒事件是一個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那麼從90年代以來，党史學界當代歷史學界對於高饒事件有一些新的研究。隨着当事人对于一些当年事件的披露，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那么这些新的研究一个最大的进展就是党史学界不再把高饒事件作为一个单一的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個當年中國社會要進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這個問題跟我們前面介紹的那個問題有直接關係，就是從1951年開始，實際上中共中央在是不是要搞集體化是不是要搞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些問題上，實際上是發生了一些不同的認識分歧的。這個分歧有幾件比較重要的事情一個是1951年山西省委提出了一個報告，認為在老區應該把互助組提高一步，就提高到初級社，在老區盡快的進行消滅農村個體私有制的這樣一個改造。那麼這樣一個主張，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再加上華北局的領導人薄一波、劉蘭濤都不贊成。那麼劉少奇、薄一波和劉蘭濤他們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通過的共同綱領是規定中國農村的所有制是個體農民的所有制。雖然將來還會要發展到集體化的方向去，但是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要經過個體農民在發家致富，在改善生產條件的基礎上同時還要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逐步的進行農村的集體化。所以在當時就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當時就要把個體農業改造成為集體農業。劉少奇認為這是違背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所以他不贊同。但是這樣一個情況，毛澤東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毛澤東贊成當時山西省委關於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建議，而且他認為在中國農村現在已經出現了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積極性，因此他批評了劉少奇關於中國的集體化應該在先機械化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樣一些看法和觀點。毛澤東問，為什麼我們只能先機械化後集體化，而不能一邊機械化一邊集體化？毛澤東甚至援引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也有一個工廠手工業發展階段的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工商業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它也有一個工廠手工業階段。工廠手工業階段，它也沒有採取機器生產，它就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就產生了新的生產力。毛澤東說，既然資本主義在它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可以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產生出新的生產力，那麼中國的農村為什麼不能通過走集體化的道路形成新的生產力呢？那麼正因為毛澤東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後來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都贊同毛澤東的看法，劉少奇也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這是一個大的事件。還有一個大的事件，就是1953年周恩來在起草對於政協會議的報告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這樣一個觀點，認為經過頭3年國民經濟的恢復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制度就開始鞏固下來。那麼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的這個提法，他在修改這個報告的時候啊，刪去了周恩來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這樣一個提法。不久以後，毛澤東就批評說，這個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樣的提法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危害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那麼這樣一些在中央高層的分歧，當時在高崗看來，實際上是他在中央高層重新进行权力分配的一個機會啊，所以他才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財經會議上提出批判薄一波，而實際上是批判劉少奇啊。到1953年下半年的時候，他又多次在黨內提出来他要当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這樣才導致一個高饒事件。所以實際上這樣一個事件啊，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權力鬥爭，一個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在中共中央高层已經出現了分歧，而這樣一個分歧呢，在高饒事件的過程當中被利用來作為權力格局改變的這樣一個機會。這是這些年来啊，黨史研究对於高饒事件問題重新進行研究一個新的視角，一個新的進展。那麼回過頭來看，總結高饒事件的教訓，我覺得跟前一個問題是相聯繫的，就是我們在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實際上當年啊有一個很大的教訓，就是沒有把當時的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水準作為中国進行社会主義改造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因此在没有充分的考慮到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情況下，過快的過大的程度過高的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而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改造過程當中，中共黨內發生的分歧又被上升為一種政治問題。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了，毛主席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樣一個看法認定是妨害社會主義制度、妨害社會主義事業的觀點，這實際上把這樣一個問題提升到了一個政治層面，把不同的認識分歧作為了一個政治鬥爭的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才被用來作為黨內權力鬥爭的一個很重要的砝碼。今天回过头来看，這是我值得認真總結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這是第4個問題。第5個問題是關於反右運動。反右派運動是80年代以來黨史研究領域研究和關注非常熱鬧的一個問題。在這個領域裡爭論也很多，提出的觀點也很多。那麼我想給大家介紹的是，在反右運動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最大的爭論，就是1957年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整風運動到底怎麼會轉變成為反右派運動。因為提到1957年的反右派運动我們不能不提到1957年的整風運動。1957年中國共產黨一開始所進行的不是反右運動，而是整風運動。那麼這個運動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要解決黨和政府以及黨和政府的幹部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作風問題。所以先有一個整風運動，然後才改變了原來的整風運動的部署，進行了一個反右運動。所以很多研究者認為，由於先有整風運動後有反右運動，所以原來的這個整風運動實際上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這麼一個陰謀。因為1957年的整風運動跟4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有個很大的形式上的不同，就是1957年的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是開門整風，
就这個整風運動歡迎黨外人士、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給黨和政府以及黨和政府的幹部提意見，做批評。所以正因為有開門整風，所以更被相當一部分研究者認為，是這個整風運動就是要釣魚，就是要把社會上的那些資產階級右派，通過開門整風這樣一個形式，把他們引誘出來，然後再進行反右派鬥爭。那麼是不是這麼回事呢？我個人的看法是不贊同這樣一個觀點的。就是1957年中國共產黨的整風一開始並不是為了要引蛇出洞。那麼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引蛇出洞的策略呢？有。這個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在整風運動發動起來以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於當時的形勢觀察發生了變化以後的結果。不是說一開始毛澤東和黨中央發動整風運動就是為了要釣魚。那毛澤東和黨中央為什麼要進行整風運動？實際上不是要釣魚，而是為了解決當時黨內存在的一系列，包括中國社會存在的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因為1956年，特別是1956年的下半年開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所謂少數人鬧事，用當時的說法叫少數人鬧事，就是出現了少數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一部分復員轉業軍人遊行示威，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也非常活躍。據全國總工會統計從1956年的9月到1957年的3月份，全國各個地方的罷工達到11000多起。這個數字雖然看起來不多，而且各個地方的規模呢也大小不等，但是在當時就給人們提出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還會出現像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那個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這樣一些所謂少數人鬧事呢？那就很多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怎麼看的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這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面還仍然存在着矛盾。過去斯大林是不承認的，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根本沒有矛盾。到了他的晚年，他是羞答的承認，也有某種矛盾，但是並沒有對社會主義的矛盾做出充分的分析。而在毛澤東看来，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還存在着這樣一些少數人鬧事的現象，這說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的矛盾，而這個矛盾同人類社會的一般矛盾是一樣的，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而這樣一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所反映出來的，就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還是有矛盾。而這樣一些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反映出來的是什麼呢？反映出来的是黨和政府以及党和政府的官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所以毛澤東在1957年2月份做了一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長篇講話。他認為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着兩類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敌我矛盾這個時候並不是中國社會主要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他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反映出來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那麼這些少數人鬧事就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表現。有了矛盾怎麼解決？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来，我們還是有一個好辦法，這就是團結、批評和团結。用人民內部解決矛盾的辦法來解決這個矛盾。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整頓黨的作風。40年代中国共產黨就曾經通過整頓黨的作風，通過整頓党的作風的運動，來解決了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主觀主義這樣一些問題。
那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可以運用整風這樣一個好的傳統、好的方式來解決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在全黨發動了一個整風運動。最早整風運動的初衷就是這個意思，並不是要想在社會上引誘出資產階級的右派，通過開門整風這樣一個方式，把這些魚都釣出來，然後再把它們殲滅。但是整風運動發動起來以後在毛澤東看來，整風運動出现了一些他原來沒有料到的，他不曾設想過的一些新的情況和局面。我前面已經講到，這次整風運動是開門整風，開門整風是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給黨和政府提意見。那麼這些意見固然也涉及到黨和政府以及党和政府的官員主观主義、宗派主義还有官僚主義的作風問題，但是更多的涉及到的是制度問題。民主黨派認為之所以存在着三風，就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樣三個作風問題，原因在於我們的制度發生了問題。我們的制度權力過分集中，我們的制度是一個黨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制度，我們的制度裡面民主党派的作用人大的作用、政協的作用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正因為這樣，才會導致各級政府以及特別是各級黨的官員、領導幹部，他們出現了這樣一些問題。那麼從制度方面提出問題這一點，被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高度警覺。他們本來希望民主黨派、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從作風方面幫助共產黨改進作風，但是沒有想到民主党派大量的是从制度方面提出问题。因此毛泽東認為，看來現在是有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右派要推翻我們的制度，要改變我們的制度，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樣一來，毛澤東對於當時中國社會政治形勢的估計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不再認為這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了，而認為現在是敵我矛盾。那麼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來還要進一步的暴露右派他認為當時經過前一階段的整風，右派暴露的還不夠，還要讓他們繼續發言，讓他們走到頂點，然後再聚而殲之。所以到了1957年的6月份經過黨內引蛇出洞這一個策略的部署，這才發动了反右派鬥爭。從前面所介紹的這個歷史進程看，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就是引蛇出洞這樣一個策略是在毛澤東在整風運動發動起來以後，在整風運動的過程當中，他對形勢的估計發生了變化，他对問題性質的判斷發生了變化以後才提出來的，而不是一開始就要進行整風運動，而一開始就要引蛇出洞。那麼回過頭來看，1957年的這個反右派鬥爭，實際上是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據1978年右派摘帽和開始進行的複查改正工作統計，從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派運動，全國一共劃了右派分子553128人。這個統計數據當然不一定是最精確的，應該說大體上是可靠的這是右派改正複查辦公室的一個統計。也就是說，當年全國500万知識分子隊伍中的11%都被劃成了右派。那麼後來經过复查以後，有90%幾的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也就是說，90%幾的所謂右派分子是被錯划的，只有0.幾的右派分子沒有被改正。也就是說，這個反右派運動擴大化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
這樣一個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一方面是直接使得那些所謂的右派分子，被錯化的右派分子遭到了嚴重的摧残，更重要的是破壞了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的建設，傷害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也包括一大批党内干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所以11届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回過頭來總結1957年反右派鬥爭這一段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教訓的歷史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如何正確的來處理複雜的社會舆論，如何來正確的處理本來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中國共產党是從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党比較習慣於階級鬥爭這樣一整套思維方式一整套方法和手段，因此在遇到不同的社会舆論有的甚至是非常尖锐的，甚至也可能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義的言論，但是呢很容易用階級鬥爭的手段用大規模群众運動的手段来處理這些複雜的社会舆論，特別是不應該把本來屬於人民內部的一些矛盾，把本来屬於对党和政府提意見甚至有些意见從根本上說就是对的，就是正確的意見，而用對敵鬥爭的辦法來處理。這一點是我們反右派運動歷史給我們的一個最深刻的教訓。這是第5個問題。第6個問題是關於社教運動問題。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中國社會進行了3年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又稱四清運動。那麼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一段歷史，在11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史研究領域也重新做了研究。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有很多爭論，其中一個最大的爭論就是當時中共中央的2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問題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分歧。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就是在社会主義教育運動當中，在中央高層被公開化。那麼好，他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上到底有些什麼樣的分歧？我想要講到毛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分歧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首先得講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上不是只有分歧，而是也有共識，就是有共同的看法，有共同的認識。那麼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問題上有什麼共識呢？就是在形势，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計，对于中国国內階級鬥爭形勢的分析上面，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看法是一樣的，就是他們都有一致的估計。毛澤東在60年代的時候估計，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嚴峻的階級鬥爭的形勢。劉少奇實際上也贊同這個觀點，他認為中國馬上要開始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要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存在的階級鬥爭。而且劉少奇認為，這樣一場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比土地改革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比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要來的規模更大，程度更深，勢頭更猛烈。毛澤東在社教運動過程當中判定說，中國社會現在看來，我們的政權有1/3不掌握在自己手裡。劉少奇也贊同這個觀點，甚至劉少奇比毛澤東的估計還要嚴重，他說還不止1/3。所以對於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對於國內政治形勢的分析和估計，毛劉是有共識的，是有共同的看法的。同时呢，他們倆在社教運動問題上也有分歧。這個分歧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當時
運動矛盾的指向、矛頭的指向有分歧。在劉少奇看来，社会主義教育運動主要解決基層幹部問題特別是農村基層幹部問題，因為他認為從大躍進以來，實際上為什麼中國農村出現了這樣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嚴重的農村政策的錯誤？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基層幹部队伍變質了用他的話說是爛掉了。但是毛泽東的看法不一樣，毛澤東認為社教運動的重點矛頭是整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個分歧呢，刘少奇就是在第二个分歧是在運動的具體方法和手段上的分歧。就劉少奇認為社教運動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呢？應該採取大兵團作戰、打殲滅戰的辦法，就是把工作隊派到一個點上就是派到一個縣裡面，然後由工作隊取代縣社隊3級黨政機構，完全由工作隊來掌管縣社隊的黨政職能，把原來的縣社隊的幹部通通踢到一邊用劉少奇的話說叫搬石頭。毛澤東不贊成這個辦法，毛澤東認為應該點面結合不能把所有的力量全扎到一個點上，而面上是冷冷清清的。同時毛澤東認為不應該把農村的基層幹部整得灰溜溜的。第三個分歧就是對於社教運動矛盾性質的判定有分歧。劉少奇認為社教運動的矛盾性質是四輕和四不輕的矛盾，是黨內矛盾和黨外矛盾的交叉。毛澤東不這樣看，毛澤東認為社教矛盾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通資本主義矛盾，是無產階級通資產階級的矛盾。正由於他們在矛頭指向，在運動的具體實施的辦法以及社教矛盾的性質上面有分歧，所以在社教運動的進程當中，這樣一個分歧愈演愈烈，就被公開化了。在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上，這樣一個分歧被公開化了。這個會上，劉少奇認定社教運動的矛盾是四輕和四不輕，是黨內外矛盾交叉。毛澤東認定不是黨內外矛盾交叉。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公開批評了劉少奇，而且他認為劉少奇包括鄧小平在這次會議的過程當中沒有尊重他，不讓他說話不讓他開會。這個不讓他開會和不讓他說話是怎麼回事呢？就是會前鄧小平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他覺得這個會主要是一個匯報性質的會，所以呢毛主席不一定每一次會議都參加，考慮毛主席身體嘛說那些匯報會的情況可以由書記處向毛主席做匯報。這個事情被毛主席認定為是不讓他開會，他很生氣。不讓他說話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在討論到社教運動矛盾性質的問題上，有一次毛主席說話被劉少奇打斷了，沒有讓毛主席繼續說下去不管劉少奇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毛澤東都非常生氣，他認為是不讓他說話，剝奪了他的權利。所以這一次在政治局高層會議上面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的批評一公開，就引起了當時中央政治局氣氛高度緊張。儘管後來劉少奇向毛澤東做了檢討，但是毛澤東從此就萌發了要打倒劉少奇的這樣一個想法。後來70年代，毛主席的一個老朋友，就是美國記者斯諾到中國來訪問，斯諾問毛主席說，你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要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就是說的這次會議，就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這是他們的分歧。那麼今天回過頭來看在社教運動問題上，在中央高層出現的這樣一個分歧，
最後被演變為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的一個萌芽，一個開端。這樣一個教訓啊，告訴我們什麼呢？告訴我們如何正確的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如何正確的處理黨內的不同認識和看法。應該說啊，在社会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上，劉少奇和毛澤東雖然有分歧，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在當時階級鬥爭擴大化，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黨的指導思想的左傾進一步發展的这樣一個大框架發生的。不好說劉少奇的那個主張就一定是對的，相反，劉少奇在社教運動問題上實際上也犯有相當嚴重的左的錯誤。毛主席也是，毛主席對於當時矛盾性質的判定，認為是階級矛盾，認為是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實際上也是把左的錯誤的指導思想用這樣一個指導思想來觀察了黨內的不同意見分歧，來觀察了黨內的不同的認識，這樣就把本來正常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層面，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层面，就使得党內的正常的討論問題，党內正常的民主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損害。回過頭來總結社教運動的教訓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和深刻總結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7個問題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問題。文化大革命歷史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歷史，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段非常複雜、非常曲折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從80年代以來，在中共中央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基礎上，黨史研究者、當代史研究者也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麼由於時間關係呢，我無法在這裡全面的介紹這些年來關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些成果。我想集中介紹的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問題。這也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研究大家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因為我們要首先搞清楚為什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在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歷史學界、黨史學界實際上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專家把不同的觀點歸納成10種，甚至實際上還不止10種。有的說是路線鬥爭說，有的說是權力鬥爭說，有的說是奸臣禍國說，還有的說是封建遺毒說，還有的說是人性獸化說，等等。那麼我個人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發動問題要做出回答，實際上要從2個層面來思考和研究。第一個層面就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因為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动的，因此文化大革命要發動的原因我們都得從毛澤東本人那裡去找。這個層面是回答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發動的第一個層面，也就是回答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直接原因。那麼還有一個層面的問題要回答，就是毛澤東何以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並且使文化大革命延續10年之久？這是一個更深層面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就不是只從毛泽東那兒尋找答案了，這個問題要從中國的社会、歷史、制度、意識形態、文化、人文環境，還有國際環境，從不同的视角，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方面來開掘和回答。那麼在回答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問題上，我個人的看法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呢？是要解決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分歧，
這是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直接原因。大家知道，1958年到1960年，中国发生了3年的大跃进运动，而这3年的大跃进运动最后是失敗了。到1960年底的时候，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經成為強弩之末。所以從1961年開始，中共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8字方針，就實施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國民經濟的調整啊，實際上潛台詞就是停止大躍進的運動。雖然當年沒有用停止大躍進運動這樣一個說法，但國民經濟的調整實質上就是停止大躍進的運動。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共產黨就用了全部的精力來調整國民經濟。應該說啊，最初調整國民經濟啊，中共中央高層的看法，特別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看法，實際上是一致的，就大家都認為現在應該來對於國民經濟的政策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和改變。在產業結構方面，不能再優先發展重工業，也要得大力的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這都是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因為當時60年代，中國已經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甚至發生了大面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象。人民生活必需品像糧食、布匹、油料相當的匱乏，因此必須大力的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降低過高的生產指標。在這些問題上，中共中央最高層啊，最開始並沒有太多的分歧。那麼經過1961年這一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到1961年底的時候，應該說中國農村經濟惡化的勢頭開始得到好轉。我這裡說只能是開始得到好轉，並不是說根本好轉，甚至也不能說是明顯好轉。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的這樣一個局面啊，毛澤東的估計比較高，他認為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所以他認為國民經濟從1962年開始可以一天一天的往好的方向發展。但實際上呢，事實表明毛澤東的這個估計是過於樂觀了。因為在1962年2月份，財政部給中央常委有一個報告，這個報告顯示中國的國民經濟到1962年的時候還在繼續惡化。當時國民經濟累計已經有50個億的財政赤字，而且在繼續的寅吃卯糧，在挖國庫，糧食、油料、布匹都相當的緊張。怎麼辦呢？那麼當時中共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召集中南海的西樓會議，請出陳雲，就是陳雲是中共中央專門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但是在3年大躍進期間他受到批判，被認為是右傾保守，所以呢，陳雲在大躍進期間是被冷落在一邊了，沒有讓他主持工作。這個時候，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又重新請陳雲出來，對於國民經濟的形勢進行透徹的、符合實際的分析，然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以便克服當時嚴重的經濟困難。那麼陳雲在中南海的西樓會議做了一個長篇的講話，國民經濟形勢做了系統的分析，而且可以說是非常符合中國當時經濟形勢實際的分析。他認為中國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處於非常時期，因此中國國民經濟的調整進行大刀闊斧的、傷筋動骨的調整。就是基本建設要大規模的下馬，工業生產要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這樣一個辦法，這樣一個戰略。特別是發展那些跟人民生活直接相關的輕工業，要降低過高的工業生產指標，完不成就不要去完成，寧可完不成，也不要造成過多的經濟損失。另外，商業方面陈雲提出來，
除了要繼續發揮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這兩個主渠道的作用以外，還要開放自由市場，以調劑人民生活必需品，搞活流通，解決人民生活的物质生活匮乏的這樣一個困難。除了在工業方面，在農業方面，中央一線當時也出台了一個很重要的政策，或者是開始醞釀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這就是在中國農村實行農村的包產到戶。1961年啊，毛澤東在中國農村進行了調整，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這樣一些問題啊，並沒有根本解決。就是原來所建立的那個規模過大、程度過高的公有化程度過高的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以，相当一部分農村經濟形勢在繼續惡化，這樣一部分農村呢，就開始出現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就是農民啊跟生產隊說，把土地啊，乾脆你包給我，我來自己種，我反正是交够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由我自己来消费，啊，我自己消費也可以，我拿到集市上去出售也可以。那麼在1962年上半年的时候啊，中国農村大概已經有20%的地方已經在自發的搞起了包產到戶，而且這樣一個勢頭呢，還有繼續發展的這樣一個勢頭。那麼各地就紛紛向中央請示，因為啊，包產到戶在1957年被認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資本主義的單幹，是資本主義的尾巴。那麼現在農民提出來要搞包產到戶，有的地方甚至分田到戶，能不能允許？就紛紛向中央请示。那麼中央領導人像劉少奇、陳雲、鄧小平都贊同在農村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在地方请示中央書記處說我們能不能搞包產到戶的時候，鄧小平說了那個很有名的諺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說這個不管黃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說你不管它是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只要包產到戶能夠迅速的恢復農村生產，能夠迅速的恢復生產力，你就可以實行。除了在工業、農業这个經濟方面的調整以外，中央一線啊，在政治和社會關係方面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因為大家知道1957年以後，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啊比較緊張，因為反右派運動傷害了一大批黨外人士和民主黨派人士。同時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也很緊張。同時呢，黨內的關係也很緊張，因為大家知道1959年，黨內發動了一個反右傾運動，反右傾運動把一大批在大躍進運動當中，或者對於大躍進提了某些批評意見，或者甚至連批評意見也沒有提的黨員幹部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以黨內的關係也很緊張。那麼現在要大規模的實行國民經濟調整，為了動員所有的力量來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所以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就提出要調整政治和社會關係。比方說周恩來和陳毅就到廣州開會，宣布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什麼叫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呢？就是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上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這頂帽子，這叫脫帽，一個脫一個加，加上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這頂帽子。另外呢，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對於1959年反右傾運動當中那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黨員幹部實行甄別平反，甚至提出來在縣以下的各級黨政機關、各級黨政機構，把所有的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通通的甄別平反，用鄧小平的話說叫一風吹。所以在政治和社會關係方面中央一線也做了很多調整。另外，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央一線也提出了一些主張，也提出來要調整。
當時主持對外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家祥他就提出来，我们在对外斗争的时候要講究策略因為當時我們的對外鬥爭是反3個方面，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王家祥提出來呢，我們這樣一些國際鬥爭不要一味的只是鬥，我們還要講究妥協，還要講究策略，要利用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同時呢，王家祥提出來，我們對於亞非拉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支援要量力而行。就是我們得考慮我們國家自己現在非常困難，本來我們的國力就很弱，在6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又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因此這個時候對亞非拉國家的支援我們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力量不能說要什麼就給什麼，要多少就給多少。所有這些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從國內到國際，這一系列的政策的調整，在1962年上半年應該說都已經開始見到成效。但是這一切政策在毛澤東看來這都是屬於修正主義，都屬於資本主義伏筆。毛澤東雖然也贊成調整國民經濟，但是毛澤東有一條底線，這條底線就是他從50年代開始提出的3面紅旗。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理解，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藍圖有一套他的認識，而這個國民經濟調整是不能觸及到3面紅旗，不能觸及到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解，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這一套模式的確立。那麼中央一線所進行的這些經濟、政治、城市、農村、國際、國內的政策調整，在毛澤東看來已經觸及到了3面紅旗，已經觸及到了他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的模式他所認定的社會主義的這一套理想目標，所以他認為是修正主義。因此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批評黨內現在在刮三風一股風叫黑暗風，一股風叫單幹風，一股風叫翻案風什麼叫黑暗風呢？說中央一線把經濟形勢估計的一團漆黑說什麼叫單幹風呢？就是中央一線要搞包產到戶，甚至要搞分田到戶。什麼叫翻案風呢？就是我前面講的，我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然後對於反右傾運動一風吹，刮三風。因此毛澤東認定在中國黨內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他認為中央一線所提出的3自1包就是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是中共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國內綱領他認為中央一線所提出的那些對外關係的政策是3合1少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這是中共一線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他說這些人不僅有中央委員，還有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因此在他看來，中共黨內的修正主義已經不是1個人2個人，已經不是1個問題2個問題，而是整個中央一線已經變修了，而是在從經濟到政治，從農村到城市的整個政策都錯了，都是復辟資本主義。所以他認為在中國再搞那個什麼文藝界的批判，再搞農村的社教，城市的五反，他說都已經不解決問題了因為他說我們多年來就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种方式，公開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他連4清運動到最後他都沒有太多興趣，他要找出一種新的形式來解決黨內的問題。那麼這個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要解決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黨內高層的思路分歧為了解決這個分歧，他才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看來呢，
他是要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是要反對修正主義，反对和批判資本主義，但實際上是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造成了延續中國10年的一個內亂。這是一個非常沉痛的一段歷史。那麼回過頭來看啊，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怎麼來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這個在學術界有很多探討。那麼在中共中央1981年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裡面，也有非常深刻的闡述和分析。我想在這裡集中講2點。第一點就是我們如何來認識和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仍然是繼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理解存在着2個問題。第一个問題就是教條化的理解，把馬克思在1個多世紀以前對於社會主義提出的一些原則性的設想把它絕對化、教條化，把馬克思沒有預見到的中國社會的中國包括整個社會主義實踐的這樣一個歷史實際套用到馬克思，用馬克思的這個教條來套用。比方說，對於小生產多年來我們理解的是小生產是每日每時的經常的大量的大批的產生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所以因此要在中國社會消滅小生產，也就是消滅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認為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就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這樣一來就不斷的搞階級鬥爭。只要中國農村或中國城市出現了某些個體出現了甚至某些就是自留地遠遠談不上是個體，就認定是資本主義要復辟。所以為什麼60年代本來中國農村出現了包產到戶，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反過來要被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呢？原因就在我們對於馬克思是這麼理解認為小生產就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另外呢，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解還有誤解，就是把很多不屬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東西也誤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比方說商品生產商品生產本來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應該繼續的實行一段商品生產要發展商品生產，因為中國是一個商品經濟非常不發育、非常不發達的國家。中國社會要發展生產力，首先必須要通過發展商品生產，用今天的話說是發展市場經濟。實際上呢，列寧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也提出來過，但是呢，我們誤解了，我們認為馬克思最早設定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商品生產的。因此我們就認定在中國社會不能夠發展商品生產，認為發展商品生產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還有一個誤解是什麼呢？把自己革命戰爭年代的一些經驗認定為是馬列主義把自己在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過程當中形成的一些理論觀點政策認定為是馬列主義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來，在中國社會仍然是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他認為這個是馬列主義他認為在中國社會窮則革命，富則修，他認為這是馬列主義就是只要中國社會產生了富，他認為這就是修正主義，這就是資本主義而這一套呢，在他的眼中看來，這就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所有這些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的錯誤、誤解也好，教條化的理解也好，這是導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在思想理論方面的一個重要根源。正因為毛澤東都是以這種眼光，中國共產黨也接受了這一套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還有對於中國國內政治形勢觀察的這一套理論，所以認定在黨內就是有階級鬥爭，在中國社會就是有嚴峻的階級鬥爭。
所以才導致中國社會要發動一個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我們回過頭來看啊，我們今天談為什麼說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要結合中國具體的實際情況來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就在這個地方。第二個教訓呢，第二個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呢，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一定要進行改革。我前面已經提到过，從50年代開始，中國按照蘇聯的政治經濟這樣一個模式，在中國國內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經濟體制，而這套體制是有極大弊端的，特別是它的政治體制有弊端。這個政治體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体制，是一個缺乏制衡的。所謂缺乏制衡，就沒有平衡和没有制約的權利。橫向權力集中於黨，縱向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的權力集中於領袖，集中於中共最高領導人一個人手裡。再加上呢，中國社会又是一個專制主義歷史悠久的社會，從秦始皇開始就實行中央集權，長期以來的這樣一種專制主義歷史應該說對於每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都受到了影響。所謂君為臣綱，這個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一套三綱五常的專制主義的倫理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上、生活行為當中，實際上都有影響，都有表現。農民希望有一個好領袖，農民自己不能發言，而需要有一個代言人。中國共產黨要有一個領袖，跟着這個領袖，我們就不會犯錯誤。所以，把整個中國社會，把中國共產黨事業的決策的最後的權力都寄託於一個人。當一個人權力又不受制約的時候，如果這個人的決策發生失誤，那帶來的就是整個黨的事業的失誤，帶來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損失。所以鄧小平在80年代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這樣一系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的教訓的時候，他說過這麼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說，我們過去發生了這麼多的錯誤固然同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係，但是他說制度問題我們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的問題是更重要的。他說，一個好的制度壞人無法橫行；一個不好的制度，好人也沒法發揮作用，甚至會走向反面。所以他說，制度對於中國社會來講，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所以鄧小平才提出來要改革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結束長期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的終身制、家長制、一言堂，要在中國共產黨內肅清長期存在的封建主義的遺毒。我想鄧小平講的這一點是我們回過頭來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訓的第二個更重要的方面。下面講第8個問題，就是關於粉碎四人幫問題。從11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做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對於粉碎四人幫這一個歷史事件也做了結論。認為在1976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執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黨中央做出這樣一個歷史決議的結論以後黨史學界還有社會上對於粉碎四人幫這一個歷史事件還是非常關注的。坊間流傳了很多個說法，發表了一些文章，有些說法、有些文章說的還非常細，有些細節的描寫，有些繪聲繪色的介紹。那麼到現在為止關於這樣一個事件開始被黨史學界越來越關注了。
就是到底在粉碎四人幫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過程當中啊，華國鋒、葉劍英，甚至包括汪東興，他們都有一些什麼樣的作用？這個問題開始在黨史學界引起了一些關注，也引起了一些討論。我想把這個情況給大家做一個介紹。第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是誰最早提出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一般的說法呢，都是說最早是葉劍英提出來的。那麼最近这些年来，隨着當事人回憶，隨着當事人的對於當時歷史事件的披露，現在看來啊，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是華國鋒。這個方面有3個方面的材料可以證明，一個是華國鋒本人的口述，一個是吳德的回憶錄，還有一個是李先念在1980年11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這3個人呢，對於當時最早提出粉碎四人幫的情況所做的敘述是基本一致的，甚至包括細節都是一致的。因為這個事是這樣的，1976年的9月9號毛主席逝世，第2天華國鋒就向李先念提出來要解決四人幫問題，並且委托李先念到西山去徵求葉劍英的意見，然後得到葉劍英的積極支持和贊同。對於這樣一個情節啊，華國鋒、李先念和吳德3個人都談到了，而且所說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只有一個細節稍微有點出入。李先念說他是9月14號去找的葉劍英，而華國鋒說的是9月13號，這可能是記憶方面有不同所導致的。但是這個情況表明，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問題的是華國鋒。那麼葉劍英呢，也不是說葉劍英沒有考慮這件事情，實際上啊，在解決四人幫這個問題上，華國鋒和葉劍英在毛主席逝世以後都同時在考慮，甚至葉劍英在毛主席逝世之前就在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所說的很多老同志向葉劍英反映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願啊，實際上都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後，由葉劍英在他的那個範圍裡面所考慮的這樣一個歷史。但是葉劍英雖然有考慮，雖然很多老同志跟葉劍英做了反映，但是并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提出来這個問題的是華國鋒。華國鋒最早委托李先念向葉劍英表達了這個意思，這樣得到了葉劍英的完全一致的贊同，這樣才提出來怎麼解決四人幫問題。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應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了。第二個問題呢，就是葉劍英和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這個事件當中的作用。這個事情過去的說法是對於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事件當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這個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对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个历史事件过程当中的作用肯定的不够，甚至有意无意的有所疏忽。那么最近这些年来，党史研究者对于这个历史问题重新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認為對於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作用同樣應該予以充分肯定。因為粉碎四人幫這樣一個動議最早是華國鋒提出來的，而粉碎四人幫整個這個事情從謀劃到具體實施到跟中央這幾個高層人物的聯絡，也都是華國鋒主持的。最後在粉碎四人幫過程當中，華國鋒也是由華國鋒來主持這個會議，來最後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所以應該說從始至終都貫穿着華國鋒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的這樣一個作用。因此黨史研究者認為應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應該公道的評論、公道的評價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當中所做出的貢獻。第三個問題呢，就是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當中的作用。同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當中作用這個評價相比啊，汪東興在三中全會以後在粉碎四人幫當中作用的評價，那麼應該說是更被人忽略了。很長時間以來，甚至在黨的決議當中也不提汪東興。我們前面提到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就沒有提到汪東興。而事實上，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這樣一個歷史事件過程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汪東興當時在中央高層具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央办公厅主任，831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那麼整個中央首腦機關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都是由汪東興負責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華國鋒是希望取得汪東興的支持，取得汪東興的參與的。一開始呢，華國鋒也心裡沒底，那麼後來通過跟汪東興來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汪東興非常贊同，而且是積極支持。當時粉碎四人幫有2個組，一個叫宣傳組，由李新負責；另外一個組呢叫行動組，這個組由汪東興負責。據吳德回憶整個這個行動組一共是50多個人，50多個戰士，這些戰士都是由汪東興一個一個親自挑選和審定的。對於這個行動組，對於四人幫逮捕的這個行動的具體方案，也是完全由汪東興具體商量和策劃確定下來的。從一開始商量一直到最後實施這個行動，也是完全由汪東興來直接指揮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幫這個事件當中應該說汪東興所做出的貢獻，汪東興所發揮的作用不應該被埋沒，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這個吳德說過，說實際上在這樣一個粉碎四人幫的鬥爭當中汪東興的功勞並不在李先念之下。我覺得這可能是歷史的事實。所以今天回過頭來再講粉碎四人幫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應該回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給歷史的當事人以應有的地位。這是我講的第8個問題。那麼上面所介紹的這些問題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有一些觀点還會有缺點和錯誤，希望大家批評指正。我的介紹就到這，謝謝大家。